去年5月，比尔盖茨和结婚27年的妻子宣布离婚，分手信言辞坚决，明显心意已定。一时之间，众人震惊，并纷纷表示这对看起来感情融洽的夫妇为什么会选择分道扬镳。而关于这场离婚事件，最被认可的一个原因则是男方出轨。事实证明，观众并没有猜错。今年3月，梅琳达在节目上证实前夫出轨成性，甚至和恋童癖大亨艾普斯汀是好友。那么这位亿万富翁究竟有着怎样精彩的过去？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比尔盖茨的故事。3月3日，美国 CBS 播出了主持人和梅琳达面谈内容，谈及的自然是她的离婚内幕。媒体称，梅琳达看起来已经恢复了过去的活力。首先，她坦白了导致离婚的不是一件事，而是很多事情。前夫和艾普斯汀的不寻常友谊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她称，和前夫在交往初期抱着好奇心和试探的心情，去过一次艾普斯汀邀请包括前夫在内的名流的地方，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她坦言，当时的场景让她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后悔，眼前所见也瞬间让她觉得艾普斯汀就是邪恶的化身。既然如此厌恶艾普斯汀，自然没有让交往对象和他继续往来的道理。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和比尔盖茨清楚表示，我不喜欢你和艾普斯汀见面，但前夫并没有听取他的真知灼见，而是继续和恋童癖保持往来。直到后来这位罪犯东窗事发，比尔才匆匆发表声明称，他后悔和艾普斯汀的交往甚密。另外有媒体扒出，比尔在2011年到2014年之间和艾普斯汀见面不下20次。知情人士称，每次两人见完面，比尔都一副整个人都轻松了的状态，仿佛他通过里面的女孩暂时从婚姻中解脱了出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媒体称，和艾普斯汀待一起久了后，比尔也变得像前者一样，对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恶性事件视而不见。2017年，一名女子给他和梅琳达写信，声称自己在一家自行车店工作时受到了比尔的基金经理的骚扰。据当时的报道称，这位经理已经为这位亿万富翁工作了30年，但女子并没有等来正义的对待，而是经理要求私下与他和解。言下之意是，女方签下保密协议换取赔偿金，她身上的这件事情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女子透露，这个解决方法正是比尔提供给自己的基金经理的。万幸的是，梅琳达不同意前夫的想法，所以她后来亲自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调查此事，并给了女子一个最好的交代。第3件让梅琳达无法忍受的则是前夫出轨公司女员工。她表示，2020年微软董事会收到了一名女性工程师的来信，称其多年来与比尔保持不正当关系。信中她还分享了一些关于两人关系的细节。由此，董事会聘请了外部的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调查。期间，部分董事会成员认为比尔不再适合待在微软担任董事。不久后，比尔选择辞职，并称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慈善事业。辞职的当天，他的发言人也给出关于出轨的内幕。他称，大约20年前，比尔确实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但早已和平收场。所以此次退出董事会与陈年旧事毫无关系。事实证明，代言人的话只能信一半。梅琳达表示，此次出轨事件是导致她和前夫离婚的导火索，尽管她最后都没有在前夫婚内出轨这件事上给出肯定的答复，但从导火索这点可以看出，前夫确实有偷吃的行为。当然，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2006年，有爆料称，这位亿万富翁在参加一位微软女员工的演讲时，反手就中途离场，并给女员工发邮件约饭。比尔还在邮件里写道，如果这让你不舒服，那就假装它从未发生。2年后，比尔重施故技，在私人场合里对公司另一名女员工表示，我想见你，你可以和我一起吃晚饭吗？不过这位富翁最为出名的一起偷吃事件，
还属1999年他和微软女员工斯特凡尼的80亿。据悉，两人相遇时，比尔结婚还不到6年，女方也并非单身，但面对世界顶级富翁，他没办法拒绝，所以他们发展迅速。比尔甚至经常带他参加公司机密会议。可正是因为这点，比尔不仅被万人指点，而且损失80亿。在外面偷吃还不够，富翁还要在家玩的花。据悉，传记作家詹姆斯·华莱士曾经写过一本书，书中他揭露了这位富豪风流成性的一面。作者称，比尔会在西雅图的家中举办疯狂的单身派对，还会雇脱衣舞娘到他家的泳池里裸泳，而且他还奉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态度，在公司员工工作累了之后，会带他们去西雅图的裸体夜店开派对。而他这种疯狂的生活方式是在哈佛时的延续。当时他喜欢经常光顾波士顿的红灯区，即使已经和梅琳达开始约会之后，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结束。特别是当他出差时，他还经常会跟报道微软和公司行业的女记者调情。作者还爆料，梅琳达开始和比尔约会后就很清楚对方的风流韵事，因此当时双方关系忽冷忽热。期间，由于比尔拒绝承诺不再出轨，甚至导致两人分手近1年，直到后来复合，双方的关系才变得更加紧密和牢固。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前夫恶劣至此，所以早在2020年，梅琳达就已经开始咨询离婚律师，称她与比尔的婚姻已经彻底破裂。这话不假，后有媒体多次问到梅琳达是否很难复合时，她也一直都是不加思索的给予肯定回答，表示非常难。她直言，我相信宽恕，我以为我们已经解决过一些问题，这次不是某时刻或者某个特定的时期，而是到了一个分水岭。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并不健康，我不能相信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当记者问到比尔在婚姻中犯过什么错误时，梅琳达则会霸气地把问题推回给对方，让他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据媒体报道，2021年5月14日，梅琳达和前夫在华盛顿州举行了首次听证会，离婚判决日为2022年4月4日，也就是说，直到下个月，这桩涉及1400多亿美元的离婚案才会尘埃落地。在这期间，或将举行多次听证会。虽然判决日是下个月之后，但据最新的监管文件显示，比尔创立的投资公司已经向梅琳达名下转移了225万股迪尔集团股份，市场价值约为 8.51 亿美元。加上离婚当天，这位亿万富翁赠与前妻可口可乐洒瓶装等价值18亿的股票，导致在半个月内的时间内，梅琳达已经拿到超过30亿美元的分手费。同时，根据人物获得的梅琳达在华盛顿州提交的离婚申请书，她与比尔并没有签署婚前协议，所以他们将根据分居协议来分割他们的财产。这也就意味着前夫很有可能要将自己1450亿美元财富分给他一半。分割完成之后，梅琳达则有望成为全球第2大女富豪。成为快乐的单身富婆后，这位女富豪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外媒还猜测她会逐渐从比尔基金会中撤资自立门户，彻底与前夫划清界限。事业上红红火火，爱情也顺势开花。据梅琳达称，近1年来有不少人对她发起猛烈追求，所以她想要在仔细挑选之后再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她说，我对未来将要面临的生活感到非常兴奋。其实不光梅琳达，贝佐斯的前妻马肯西·史考特也在离婚后也加入了快乐富婆的行列。我们前面有一期视频讲到她的婚姻故事，她和梅琳达的经历实为相似，都是默默辅佐丈夫多年，结果却到头来被倒打一耙。丈夫婚内出轨并抛弃原配而选择情妇，回归单身后，她的身价一下飙至467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不过她并没有拿这笔钱贪图享乐，
而是拿出86亿捐给慈善机构。这番举动也被外媒拿来和她的前夫做比较，媒体称贝佐斯只拿过1%的钱来做慈善，所以相比于他的前妻，他显得抠门且自私。嘲讽中，他的新欢的形式也被拿出来议论。有网友称，富翁自从和小三上位的情妇在一起后，阶层都瞬间掉了好几级。不同于高调的前夫，史考特一直行事低调，包括他再次结婚这件事。据悉，直到她和现任丈夫的合拍在网上被公布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她还保持单身。媒体了解到，这次的男主人公是一所私立学校的教师，而这所学校也是美国最好的私立高中之一，每年学费高达3800万美元之一。从两位女富豪的经历来看，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愿意离开错误的人，而且在糟糕的关系中越陷越深。总之，祝福两位早日脱离苦海的女性，愿她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越来越开心，也越来越幸福。这里是布吉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自从2年前宣布离婚之后，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开始在人设崩塌的路上越走越远。车间，又一位婚外情对象被爆出了。离婚之前，盖茨在大家的眼里是全球闻名科技天才、亿万富豪和首屈一指的慈善家。然而宣布离婚之后，盖茨老实、爱家的形象开始一点一点被摧毁。他不断被爆料，从来就不是一个木讷的技术宅，好色在业内是公开的秘密。他被爆出婚前个性狂放，喜欢找脱衣舞女开裸体泳池派对，婚后每年还要密会大5岁的前女友，在海边度过一个长周末。在知道爱泼斯坦是被指控经营未成年人大规模性交易的性犯罪者之后，盖茨仍和他保持密切关系，被传是压倒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5月21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盖茨曾经遭爱泼斯坦威胁，要曝光他和一位俄罗斯桥牌女选手的婚外情。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臭名昭著的已故亿万富豪爱泼斯坦曾试图以此事对盖茨进行要挟。媒体透露，短暂的恋情。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日报道，作为一位资深桥牌爱好者，盖茨于2010年曾参与一届桥牌锦标赛，并在赛事期间结交了作为竞技对手的俄罗斯女子安东诺娃。据媒体透露，安东诺娃当时只有20多岁，她曾在美国创办过一家桥牌俱乐部，但其主业为软件工程师，供职于旧金山湾区。据国际财经时报透露，桥牌是盖茨最大的业余爱好。因志趣相投，盖茨与米拉·安东诺娃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安东诺娃在一段2010年的视频里曾表示与盖茨保持着友好关系。他还提到二人在桥牌锦标赛上的对阵，开玩笑地说道：“我在牌桌上没能打败他，但我当时曾试着用脚踹他。”当时55岁的盖茨与梅琳达还未离婚。目前，盖茨发言人尚未直接回应媒体关于这段恋情的爆料。结识爱泼斯坦是臭名昭著的皮条客，专门为顶级富豪和名人政要提供特殊服务。英国安德鲁王子、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伍迪·艾伦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宾，当然也包括比尔·盖茨。2006年，爱泼斯坦被指控性侵年仅14岁的女孩。2008年，他承认引诱和介绍未成年人卖淫。之后，他曾入狱1年，并被登记为性犯罪者。2019年，爱泼斯坦再次因性贩运指控被捕，服刑期间突然自缢身亡。梅琳达在二人离婚前曾多次警告盖茨要远离爱泼斯坦。据报道，2017年，这个当时已臭名昭著的恋童癖者想要建立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慈善基金，他希望盖茨能成为主要投资者，但盖茨没有答应。爱泼斯坦后来给盖茨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强烈暗示如果不投资的话，
那么他出轨俄罗斯桥牌女选手米拉·安东诺娃的丑闻就会被曝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盖茨曾表示，桥牌是他最喜欢的爱好之一。不为人知的是，他在2010年的一场比赛里认识了安东诺娃，当时他20多岁，大约就在同一时间，盖茨和他发生了婚外情。这起涉及爱泼斯坦的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很多政商要员和社会名流纷纷与爱泼斯坦划清界限。据媒体了解，安东诺娃在与盖茨结识时就希望创业，他试图在网上构建一个名为“桥牌星球”的教学及推广平台，但缺乏启动资金。当时，盖茨的亲信兼首席科学顾问鲍里斯·尼科利奇将他引荐给了爱泼斯坦。2013年，安东诺娃向爱泼斯坦提出自己的创业计划，并表示希望能筹到50万美元，约合351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爱泼斯坦对该项目提供了一些意见，但并未投钱。随着项目融资失败，安东诺娃决定改行学计算机。爱泼斯坦对他的想法表达了支持，还为他支付了学费。2014年，安东诺娃来到纽约时，还在爱泼斯坦提供的一处公寓内居住过。他近日在采访中表示，爱泼斯坦为他营造出一个富有且乐于助人的形象，但他与爱泼斯坦之间并未进行过任何交易。在纽约居住期间，二人也并未见过面。2013年晚些时候，盖茨的顶级科学顾问鲍里斯将安东诺娃介绍给爱泼斯坦，当时他正在筹集资金，希望能创办一个在线桥牌教学平台。爱泼斯坦虽然没有赞助安东诺娃的项目，但为他支付了上计算机学校的费用。学成之后，安东诺娃开始在硅谷担任软件工程师等多个职位。目前安东诺娃对有关盖茨的情况不予置评，并表示他们见面时他不知道爱泼斯坦是谁。安东诺娃在谈到爱泼斯坦时说，我不知道他是一个罪犯或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我当时只是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想要提供帮助。他还表示，我对爱泼斯坦和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盖茨的一位发言人说，盖茨与爱泼斯坦会面完全是出于慈善目的。爱泼斯坦多次企图将盖茨牵扯到这些事情之外的问题上，但没有成功。他试图利用一段过去的关系来威胁盖茨，但没有得逞。根据《纽约时报》此前的报道，盖茨与爱泼斯坦2011年就已经相识，还曾在多个场合会面。两人曾一起乘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从纽泽西前往佛州棕榈滩。盖茨还参加了他在曼哈顿联排别墅举行的深夜聚会。他的生活方式十分与众不同，也很有趣，虽然那并不适合我。2011年，在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后，盖茨在给同事们的邮件里写道，美国八卦小报《每日野兽》的报道称，知情人士称盖茨在爱泼斯坦的曼哈顿豪宅里找到了自由，那里有着典型男人俱乐部的氛围，他和一群朋友们可以在笑话和八卦中消磨时间。还有参加聚会的人表示，盖茨和爱泼斯坦的关系非常亲密。盖茨觉得参加爱泼斯坦的聚会是让他从婚姻之中得到喘息的机会，这是他摆脱梅琳达的方式。拉拢不成，反咬一口。有媒体分析称，爱泼斯坦对安东诺娃的善解可能是在放长线钓大鱼。据报道，在资助安东诺娃的同时，他正试图通过摩根大通集团创办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能让自己名利双收的慈善基金会，专门邀请富豪阶层加入。根据其构想，该基金会的入围门槛将设定在1亿美元，而自己将收取数百万美元的介绍费。此外，由于爱泼斯坦在2008年因非法组织未成年人卖淫等情节被判刑，名誉极大受损，他还希望该项目能帮他洗白。根据他的计划，得到盖茨的支持将是整个基金会项目能否落实的关键。爱泼斯坦在致摩根大通的多封电子邮件中竭力凸显自己与盖茨的关系，但最终无功而返。摩根大通近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我方根本不需要爱泼斯坦牵线搭桥，若能早日获悉他的所作所为，我方宁可从未与他产生过任何商业往来。盖茨发言人也表示，爱泼斯坦与摩根大通的通信内容极具误导性。创办基金会计划失败后，爱泼斯坦于2017年与盖茨再次取得联络，谈到盖茨与女牌友的婚外情，
要求盖茨报销他当年为他垫付的学费，并字里行间地表示要将这宗丑事公之于众。盖茨发言人表示，盖茨从未给爱泼斯坦付过任何款项，二人之间没有任何财务往来。英国《每日邮报》表示，盖茨在知道爱泼斯坦罪行的情况下，自2011年起曾多次与其私下会晤，其中包括在他的住所内共进晚餐。对此，盖茨发言人表示，二人的一切会面均为慈善目的。知情人士表示，盖茨多年来都在继续参加爱泼斯坦家中的晚宴和聚会。爱泼斯坦身边通常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当然，盖茨离婚后被爆出的婚外情也不止和俄罗斯女郎这一件。早在2021年，《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多家美国重量级媒体就曾报道，盖茨离开微软董事会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当时与一名女下属发生婚外情而遭到调查。知情人士爆料称，至少有几次，盖茨对在微软以及盖茨基金会为他工作的女性展开过追求。2022年，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时终于公开承认，是自己出轨犯下了错误，导致婚姻家庭破裂，应为此承担责任。他说，自己的行为给前妻梅琳达造成了痛苦，给家人带来了伤害，也后悔未听从前妻的建议，不该与他走得太近。就在上周，盖茨和前妻梅琳达重聚，庆祝他们的女儿詹妮弗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捉奸，前首富再次被曝光婚内出轨，这场面还真是有点尴尬啊。